我们开始直播吧。哔哩哔哩各位大家好，那欢迎来到 Techtopia 科技乌多方 Podcast。那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数字中国与创新工作研究室赞助，还有 Into2 产品设计主办，体验进阶 B2 设计北美 UX 人协办。那我是 Into2 产品设计的创始人 Into2。那我们是上海交大孵化的一个非盈利的公众号平台，愿景是对接北美、大陆、台湾、日本、东南亚、欧洲优秀产品与设计的人才跟知识分享，也想回馈各类高校学弟妹跟在职的朋友们这些经验。那我们很有幸这次邀请到的嘉宾是任职于Google 硅谷总部的 Vivian。那 Vivian 曾在明星级产品 Gmail、Google Check 担任过交互设计师。那现在也在用户量过亿的明星级 AI 产品 Google Assistant 里面担任 Interaction Designer。那今天 Vivian 会给我们带来北美最受欢迎也使用最多的设计冲刺 Google Design Sprint 的讲座。那如果各位小伙伴学弟妹有任何问题，欢迎就打在弹幕留言区里面。那我们会最后留10到15分钟，请 Vivian 来互动问答。那我们现在有请 Vivian。Vivian 你好。你好 Cap。好，那你可能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一次的 Google Design Sprint。OK， 好的，大家好，我是 Vivian， 然后现在是在 Google Assistant 担任交互设计师，然后非常荣幸呢，今天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去分享Google Design Sprint， 也就是谷歌设计冲刺这么一个设计方法，然后它是在谷歌内部创立的，然后现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就不仅仅是说 Google， 还有在硅谷、北美啊，其他公司，甚至说像欧洲还有亚洲一些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在使用这么一种方法，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吧，然后也希望就是能跟大家互相探讨、互相交流。那我现在就 present 一下我的 screen。OK， 大家可以看到吗？那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谷歌设计冲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了解到的，好像大家都是或多或少有听说过，但是就是可能没有接触过。那我先做一个介绍吧。我是现在就是在美国谷歌的总部，然后我的坐标是位于硅谷，然后我在行业里大概有5年的经验了吧，曾经也是为大概几十亿的用户打造过产品体验，然后我会相信就是不同专业人合作共赢，做好产品这样一件事情。Vivian，我偷偷问一下，几十亿的用户包含哪一些产品啊？有 Gmail 啊，还是？这里有个图给你，就对 Gmail 就是一个大概20亿用户吧，然后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人口大概10几亿，然后 Gmail 的用户有20多亿，就是相当于一个中国的大小。非常厉害，好，可以，很酷。谢谢。然后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教育背景哈，就是我原来是在北京科技大学学的工业设计专业，之后来美国呢是在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就是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学的是产品设计专业，非常非常虐的一个专业，就是经常熬夜睡不了觉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我做了一些实习，比如说像联想、三星还有奔驰。毕业之后我就去了谷歌，做了一名交互设计师，然后同时也成为了他们就是谷歌官方认证的设计冲刺大师，就是 Sprint Master。这个翻译过来有点奇怪，但是好像就是这么翻译。然后我好奇问一下 Vivian，Sprint Master 是要考的吗？是考证那样子的，还是谁都能当 Sprint Master？对，就是它会有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然后会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吧，就是你需要去考，但是不是那种笔试，而是说你自己需要去做几次 Sprint 这样子，然后会有比较 senior 的 Sprint Master 去带着你，或者是 Shadow，就是观察你做 Sprint 的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再决定给你颁发证书这样。好，了解。
你就可以去给自己的组啊，或者是别的组去做这个冲刺。就类似 Spring 的布道者这样，是吗？传递 Spring 福音。对，就类似于那样吧，就一波一波这样传下去，然后它的那个覆盖面也越来越大了，就不仅仅说是设计师，还有说 UX researcher 就调研员，还有像 product manager 这些都是就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去做 Spring Master 这样一件事情。对，然后我就是之前是在 Google Keep，它是一个就是小可爱4000万用户的一个做 note taking 记笔记的一个 app，然后之后我去了 Gmail 和 Chat，然后这个产品是有20亿的用户，然后主要是做表达交流这一范畴的交互设计，然后我现在是加入了 Google Assistant，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大概有5亿的用户。然后我主要是负责这个交流这一块的，然后它是就是用到一些人工智能啊，还有一些多模态设计，就是说像 voice control 或者是 gesture control，视交流或者是声音交流。对，了解。哎，那个问一下，那个 Chat 是不是后来 Google 又把它演化成别的产品，还是现在 Chat 还在持续的开发中？对，现在 Chat 跟 Google 跟 Gmail 是合并的状态了，就是我中有你的状态。了解，好。对，就是之前我也是就是在做这方面的整合嘛，然后 Chat Chat 原来是 Hangout 的前身，Hangout 是 Chat，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了 Google Chat，就是作为一个Google 比较指定的一个通信的一个 App。OK。然后对，如果大家对就是我的一些设计的故事啊或者经历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去关注我在 YouTube、哔哩哔哩还有今日头条上的这个设计的频道。然后我会持续的给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设计思维啊、设计策略，然后包括团队合作方面的一些理解，我自己的理解吧。然后还有头条这里你可以直接刷二维码进去。然后我大概今天会分3个阶段来给大家介绍这个 Spring， 就是什么是 Google Design Spring， 然后为什么 Spring 是风靡 Google 科技公司，硅谷的科技公司，然后我们如何运用 Spring 去提升这个影响力。最后我会留一些时间做 Q&A，对，我不知道这个直播怎么样，我看不到弹幕，到时候看一下。没事，我们会替你关注一下弹幕，那我们的小编也会帮你记录一下，所以各位小伙伴有问题就发在弹幕里面就好。对，那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谷歌设计冲刺？这个总结起来就是说，它是一个多阶段的一个构架，可以让你的团队在仅仅几天的时间里，通过设计、制作原型，还有用户测试，最大程度的创造出人们想要的体验。然后要说到 Spring 呢，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创始人 Jake Knapp，他是曾经在 Google Venture 担任的 UX designer。然后他也是在 Google Venture 里面去创造了这个 Google Design Spring 这么一个设计方法。他曾经把这个 Spring 用到了一些 Google 的产品，像 Gmail 啊、Google Map、YouTube 这些旗舰类的产品当然也包括一些比较小型一点的产品。然后他自己就是打趣说，他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设计师。那这个高度呢，给他带来的好处就是他在推广这个 Design Spring 的时候呢，他的确是这个高度的优势，然后能够震慑出全场，就是气场1.9米嘛。然后他有多高？1.9米吗？几吧，对，他挺高的。他一站，感觉很有气势。因为 Spring 是一个跨专业的一个合作方式嘛，然后你很有可能下面做的不是设计师，是 engineer 啊，或者是 marketer 啊，就是市场部的人啊，就是甚至有时候可能还有一些 director、VP 这种比较高 level 的人，所以说这个气场还是挺重要的。那 Design Spring 它最初是起源于 Google Venture，
那 Google Venture 这个是 Google 购买初创公司或者投资初创公司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他们会去大量的去就是帮助这些购买回来的初创公司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个策略的制定，所以就包括像 Nest 像就当时 YouTube Angel 刚买进来的时候也是会进行这样一个 Spring 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最原始的这个 Spring 的方式呢，就是一个5天的架构，然后每一天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任务，就是说 Monday 可能是 map 就是把你的理解的那个知识点啊那些 flow 全部给它就是视觉化呈现出来。Tuesday 就是大家就开始想 idea， Wednesday 就是 make a decision 做决策，然后 Thursday 就是做原型，然后 Friday 就是 test。然后这种形式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就非常有效，因为他们那个团队比较小嘛，然后他们都可以 commit time， 就是说都可以全身心的整个团队去投入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就是说省略了很多就是试错啊，就是把东西 build 出来发现没人用，然后又重新 roll back 这样一个过程，就大大的节省了很多开发的时间，帮助他们更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然后提升它的用户体验。然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原汁原味的这种传统的 Design Spring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这本书，就是 Jake Knapp 写的这本 Spring 的书。那之前我们那个推广活动里面也有，好像有抽到书的小伙伴吗？对，对，就可以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他当时到底他是怎么样把这个 Spring 创造出来，并且是应用到广泛应用到各个公司各个团队的。那另外补充一下，我们大概还剩2本书，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转发我们的公众号文章，在朋友圈里面集满88个就会直接从北美发货发到大陆或各地送这本书。好，没事，Vivian你继续吧。那个多谢那个英特特还有上海交大金主爸爸赠书活动。对，然后 Jake 他就是之后他离开 Google 呢，他就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然后也在一些公司，比如说像 Slack、Lego、IDEO 还有 NASA 这样的公司去做一些设计策略，还有时间管理。那虽然说这个 Spring 它是起源于初创公司，是之后呢，也就是被 Google 大大小小的 team 都去运用了，然后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种的设计冲刺的形式，然后现在慢慢就是说，它也非常适合enterprise 这样一个环境，就是大型的公司，然后大型的团队这样。对，这是我刚才提到的，说就是你怎么样去成为一个 Spring Master 呢？就是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叫 Google Design Spring Academy，就是设计冲刺学院。然后我们大概就是会进行一些培训，包括去听这个讲座，还有去shadow 别的 Spring Master 怎么去做 Spring，然后包括你自己还要去做一些练习吧 practice 然后最后如果通过的话，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证书，然后用这些证书的话，你就可以去帮自己的 team 或者是别的公司，不是别的公司，别的团队去做这样的 design sprint。Vivian 问一下，这个 Design Sprint Academy 是只有 Google 内部的 employee 或设计师才能参与的吗？还是对公众都开放？对它，它现在是只针对于 Google 内部，它也有一些针对外部的一些培训活动吧。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分享过这个 Design Sprint，然后我发现很多小伙伴对这个方面也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是1个小时的分享，可能就是只是说了解这个 Sprint，那这种方法你是需要去自己去 practice， 就是去练习，然后去实践，然后中间有很多那些技巧啊，还有
best practice 是我们是可以持续的进行交流的。那就是有些人也在问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 workshop 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我也在就是考虑策划中，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 workshop 的形式去给大家更好的就是指导大家怎么样做好这个 Google Design Sprint。好的。workshop 一般都会持续多少天啊？就是1个礼拜吗？还是3-4天？如果有的话。Google 你说 workshop 吗？对啊。就是现在考虑吧，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讲和练的形式，就是我大概讲那么几天，然后小伙伴自己去组队，然后去做一些 workshop 练习，然后有个分享过程，对。但是几天到时候再跟大家说，然后对，那个 Spring 它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演变，大概有10年了吧，它是那个10年前开始创立起来的，然后它就其实发展了很多不同的形式。那最典型的 Google Design Spring 呢，大概有这个5个阶段，就是 Understand 理解，那就通过去全方位的了解你这个问题，你这个挑战，从360度的维度去挖掘这个问题，然后sketch 手绘就是通过这种大量的头脑风暴的形式去探索可能性，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决策的阶段，就是会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呢去敲定你这个最后我们这个产品的方向，然后之后会有一个原型的阶段，就是大家会把这个 idea 把它转化为这个prototype。就是测试的原型，然后在这个原型过程中可能是细化的设计，最后有一个测试的过程，那这个是真的跟真实的用户去做用户测试，然后以此来评估我们的方案是不是可行的。那当然了，这个就是说，它的整个准备就是虽然说这个是5天甚至是更短的时间，但是它的整个准备过程是更长的，就是有一点那个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意思啊。但当然也没有那么长，就是大概5天的一个 sprint，大型一点20-30个人，就大概需要1个月的时间去策划准备。对，当然也不是，就是说如果你作为 Sprint Master，你可能会跟团队的主要人员前期会去进行一些计划然后沟通需求。然后最后当我们做完这个 Sprint 的话，就不是说我们做完这个东西就可以 launch 了，并不是这么象牙塔式的哈，它就是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方向之后，我们再通过一些产品迭代一些什么 agile development 去把它实现出来，让功能去落地。所以 Vivian， 我另外问一下就是你刚说到之前要 plan 要策划，所以 Google Design Sprint 事实上，比方说你帮 Gmail 团队做一个 Sprint， 或者你帮 Google Assistant 团队做一个 Sprint， 它其实还是会不太一样的，是吗？会根据每一个团队或者要求有所变化。是的，那肯定是它是一个就是什么高定风格，它是高度定制的，就因为每个好的，还有它的那个需求目标都不一样，就不可能说一个放之四海皆准。那 Google Design Sprint 它是这么一个大致的形式，但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其中就很多这些细节怎么样去了解他们真正想得到什么，怎么样去协调这个人员之间的一些关系怎么样去把这个最后的这些概念落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技巧的，对，然后就是 Sprint Master 他们，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积累这些经验，然后我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就是 community 去交流分享这些经验。对，包括现在说疫情期间我们怎么去做 Sprint， 怎么做这些 remote Sprint， 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团队之间的合作，增强那个团队凝聚力。那这一方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发展的。对，好，好的，然后那我作为Design Sprint Master 呢，我就是大概组织策划过10多场谷歌设计冲刺吧，然后这些产品横跨像金融、法律、收购、通信这些领域。那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当时刚进 Google 的第一个组，
我的 manager 他就是 Google Spring Master Academy 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己也是就是身经百战吧。当时他估计现在已经做了不下100场的 Spring 了，反正就是一个 Master 中的 Master。然后他当时就会鼓励我说，你去多参与这个 Spring。然后我大概就是加入 Google 的第2天就第二个周就飞去纽约，然后参加了第1场 Spring。然后那个 Spring 大概有20-30号人吧，然后是一个完全我不了解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在这5天里面就是大量的吸取了各种信息，还有这些知识点，然后最后就是还蛮 impressed， 就是看到这么从无到有这个概念在5天的时间里面被大家这样子讨论，然后做出来。然后并且非常神奇的是，这20-30个人里面不乏一些 director 啊，还有 VP 这种高 level 的人，然后他们都是非常就是说赞同我们走这个方向。那我们可能传统中大家会觉得我们自己去做了一些 design proposal， 然后需要通过层层的这个 propose， 最后到达 VP 那个 level， 那可能有时候会被打回来，这样有存在这种风险嘛。然后但是这个 Spring 呢，就让我看到他们 VP 是就是这种高 level 的人，他是非常怎么说，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决定，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方向。所以基本上5天之内我们就完成了从无到有，产生一个概念，然后甚至是通过了这些高 level 的人的通过，然后得到一些 resource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对一个职场小白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事情吧。所以之后我也是开始去关注 Spring 这方面，然后进入到 Spring Master Academy， 然后开始自己做一些 Design Spring。那我大概说一下这个 Design Spring 的一个流程。那可能我这个是从那个 Spring Master 这个角度来说的哈，就是说一开始呢，那你需要去连接团队主要成员，就是这个团队到底谁是就是比较核心的 make decision 的那一类人，那你需要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去了解产品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啊，那团队所期望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产品这个阶段和目标适不适合采用这个 Spring 的方法。我刚才也提到说 Spring 它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万金油嘛，它是一种方法，然后方法就是说你要灵活的运用，对吧？就是它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它是不适用的，那之后我也会提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不适合用 Spring。然后之后就会进行这个 plan，主要是制定 Spring 的目标，还有一个交付的方式我们要交付什么东西，还有一些 logistic， 比如说时间、地点、时长等安排。对，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邀请一些真实的用户来测试，所以在这个 plan 过程中，也包括说你去邀请这些用户过来做测试，帮他们把所有人集到这么1天，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形式。然后有一些 Spring 呢，它会需要一些基础调研。这些调研主要是说给团队提供思考的食粮，因为如果你甚至不知道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有可能就整个 Spring 就是它的方向都错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当一个团队不太清楚，或者说模棱两可，他们要得到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调研，给团队注入一些真实的用户需求。然后我们还会去邀请一些代表去做启发性的演讲，帮助团队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就是 Spring 的这个冲刺的阶段，然后一般我们是5天的一个架构，以用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思路吧。我们通过设置不同的活动还有方法去帮助团队整合他们的思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孵化很多概念，然后我们通过决策去做出筛选，然后最终确定一个产品的方向，并且获得用户的反馈。那我们在做这个 Spring 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去考虑我们需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冲刺团队，就不是说我整
整个 team 的人大家都来多多益善那样，其实那样是不太合适。就是你需要考虑说，我针对这个目标还有策略，我需要什么样的人去参与。那我们通常会有像business 就是做商业的 marketing 做市场的PM 产品经理 engineer researcher 调研员还有 designer。那可能你的角色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你是一个 Scrum Master， 那 Scrum Master 你就要去考虑这个队员的分配情况。对，那 Scrum Master 有可能你是 Facilitator， 就是 Scrum Master 这个角色，有可能你是参与者，然后也有可能你是两者都是。但是我们就是就是 best practice 就是最好不要两者都是，这样你非常难兼顾。因为作为 Scrum Master 你需要掌控全局，然后作为 Designer 你需要就是 focus concentrate on one area， 就是比较难以去掌控。那我们就大概我给大家过一遍，就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些 Sprint 它的一个真实写照吧。这些照片也是我当时在做 Sprint 里面一些拍过的照片，不过这些都是经过了模糊处理，就保护一下隐私哈。所以就是我们刚开始 Sprint 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 lighting talks， 就是启发性的演讲。为什么叫启发性呢？就我们不希望说这个演讲是说非常就是怎么说就是说让大家只看这个点或者只看那个点，就是非常局限的那种演讲是对 Sprint 来说是比较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 Sprint 的侧重点就是说想让大家都来这里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去贡献 idea， 然后让他们产生这个 sense of ownership， 就是这个主人翁精神。所以就是我们大概会给他们说我们这个产品现在面临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大概会有这方面的一些 talks 的topic。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就会记这个 how may we notes。how may we 就是说一个比较整齐的形式吧，就是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记下来。然后我们会用到这个 Affinity Mapping 这样一个方式，叫亲和图法。我好像它这个翻译好像是这样子，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把这些零散的知识点把它通过共性整合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每一堆的post-it note 都会产生这么一个 topic， 然后这个 topic 其实就是你的机会领域 opportunity area。然后我们还会制定说 design principle， 就是设计准则，就是你想要你的产品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是 simple 啊 friendly 啊或者是 playful 啊这种定义。那这个定义就是会在我们之后的设计还有决策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你在决策的时候你可以走得很 playful， 你也可以走得非常 serious。那如果你之前已经定好了基调的话，那在最后就会避免那个不必要的那个argument 争吵。对。然后之后在这些东西都把它define 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个 Crazy Eight。Crazy Eight 我没有想到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啊，它大致的意思就是大概你在1分钟时间里面大概产生8个 idea。所以我就大概概括一下，就是头脑风暴，但是它是有定时还有定量的一种头脑风暴。然后之后你会做这些 idea sharing， 就把你的想法去分享出来。最后我们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去把这个最受欢迎的这个 solution 给它找出来。那这个民主投票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比较高 level 的人参与嘛，这样，然后他们有些人是非常 open minded， 就是说大家最后决定成什么我们就怎么做。但是有一些也会说自己本来就有一些方向性的一个想法或者决策了，所以他可能希望他的 vote 要那个分量更大一些。他也怕就是这个群众的智慧有时候不够准确，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在前期跟他们去探讨到底就是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是更加民主化的，还是说更像是统一思想的这么一个概念。我这边
插着问一下，就是你们在 Design Sprint 的时候，是不是都知道谁是 VP level，谁是比较 Mid level 或 Senior level，还是说都不知道谁是谁的，就这样子投票了？就是其实，在 Sprint 里面，这种 level 概念已经比较模糊化了。可能一开始的话，大家会知道哦，这个人是我们的 lead 什么，但是就是很多情况下，Sprint 是一些跨团队的一些合作，就比如说不同的 organization 之间他们有合作，所以呢，可能别的 org 的那个 VP 来到我们这儿，那大家就是既然是在这个平等的环境下，大家都是想有这个 sense of ownership，就会怎么说呢？就更像一个团体合作的形式，而去模糊化对方的 level 什么之类的吧。而且这个，所以说 Sprint 它神奇之处在于，就是说你很多时候就是可以跟到这些 high level 的人去讨论一些方向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它比较 powerful 的地方，就是让人觉得哦，我的声音是被听到了，也是打破了那个hierarchy 吧。打破了阶级，就是感觉好像，咦，现在我可以跟 VP 平起平坐了，还可以影响到一些团队的决策，很好。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激励人的一个方式嘛，因为平常像 VP 就是点头之交，或者在那个 hallway 上见面、走廊上见面寒暄几句，但是很少说能够去探讨一些这种实际的问题。对，而且做出决策多少也是得到 VP 的背书，对吧？就是我是跟你讨论过的，你也同意大概这个方向。对，是的，是的，对，这就避免了我刚才说的，你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做一个 design proposal，结果到了 director VP 那里被砍下来，因为他们就完全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可能你花了很多时间，整个团队都觉得很正确这个方向，但因为中间可能缺少这种沟通吧，那你的方案就被毙掉了。这个也是Spring 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避免这样一个形式发生，这个是个现象发生吧。然后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用户流程这么一个方式那我们之前都是一些散的点嘛，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连成线是吧？真的去理解用户这个点对点 end-to-end experience， 就是它整一个过程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我们这些 idea 到底能不能解决他们这些 pain point 痛点。然后之后就会我们敲定了方向之后，就去大家做产品原型，然后这个图大概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些人都不是 designer， 他们有的是 HR， 有些是那个 sales， 有些是 engineer，就是大家都围坐在一块儿，然后开始去把自己心中的那个 design idea 把它实现出来 ，visualize 出来这个还是比较怎么说？我觉得是比较强大的一个地方吧。这样子就是调动所有人的参与度，然后当你的设计在实施的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engineer 他是更支持你这个设计的 idea， 因为当时他也有参与，他觉得他的那个 feedback 什么的都已经被解决了，所以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推进我们的设计，然后让我们的设计去落地。对，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个用户测试。那这个用户测试呢，我们会跟真人去测试。那测试之后，我们就会就是大家回来把自己听到的一些用户的反馈呀，去总结交流，然后做一些分析。然后其中我就经常看到有很多像 engineer 或者他们有一些很强烈的想法，比如说我就是要做一个chatbot 机器人，跟人交流的这个，然后但是跟用户交流完之后然后他们就发现，哎，这个其实好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或者是有时候会甚至让人感觉很 creepy 的感觉，所以他们这种有些这种想法，就是不需要我们去说，就是他们自己通过这个 user testing 的过程就已经 self educate，就是自己去认识到什么样的设计能够带来更好的体验。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 present 还有 feedback 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大部分时间会就是会邀请团队其他成员，或者是甚至其他团队的人，或者是很高 level 的人去来听我们这个 presentation。然后我们之前就是经常说到你一个 design idea 怎么让它去实现，就是你至少要把这个 idea 说10遍，给10个不同的人，然后你这个 idea 再慢慢的在别人的脑海里面扎根，这样。然后但通过 Spring 这么一个方式，你就是5天的时间，你可能跟20个人、100个人，然后不断往外传，所以它 Spring 最后得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就是它自带宣传效果，就已经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你刚提到个人数，Spring 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人数比例？比方说20到50人就是极限啊，200人、300人就很难组织，还是没有？就是都可以有办法有效的组织，只是规模不同而已。其实我们比较推崇的人数一般在10到20人之间吧，30人就已经大的。就比如说现在我这张图里面的是我当时组织的一场30多个人的大的 Spring。它的那个挑战性的地方就是它因为声音很多，然后它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场子非常大，你要怎么样去掌控全局怎么样去解决一些冲突？因为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就是避免不了就是大家可能就陷入僵局啊，或者谁都不服谁啊这种情况。那作为 master， 对你怎么样去了解到每个 team 发生的情况？那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么30个人的团队把它分成好几个 team， 这样5人5人一组这样我们能确保说，像一些内向的人，他们也有机会去表达他们的观点，然后也确保说不要让一个10个人在那儿，或者10个人的那只有2个人在说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对，所以我们会分组，然后并且有时候会说co-facilitate， 就是2到3个 design sprint master 一起去组织。这对，但是然后那我们做完这个 sprint 之后呢，我就刚才也提到，就是它不是一个完结哈，就不是说我们就开始庆祝，就这个就完事儿了。那是会庆祝一下，但是呢，这个是就是说更好的把我们这个工作开展下去的一个相当于一个 kick off 的形式吧。所以在之后我们也会进入到这个 design 的阶段。那设计师在这个 Spring 之后，他担任的角色就是他在 Spring 里面他担任的角色是就启发者的角色，就是说让大家看到去怎么样做产品测试啊，然后去提出一些以用户为中心的那个提升用户体验的一些观点啊。然后在 Spring 之后呢，他会把这些统一过的概念去具体化，然后帮助engineer 去开发和迭代。最后就会 launch 这个产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设定成功的指标。那很多成功指标success metrics 还有 design principle， 这些都是在 Spring 里面大家达成了共识，所以我们就是在 launch 的时候是需要去 track 说我们是不是达到了这样我们之前制定的这个指标，从而保证我们发布的质量。OK， 然后那为什么 Spring 它会风靡硅谷科技公司？不仅仅是硅谷，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的科技行业。那这里我有一张从 R 里找来的图哈，他们就是可以看到 Design Spring 是仅次于 Agile 这个方式的一个设计方法。然后右边这个图呢，可以看到这个薪资水平比较高的这一波人里面，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做 Design Spring。就并不是说你做了 Design Spring 就那个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了。它只是说Spring 它的确是一种提升你的影响力、领导力的一个方式。它很多这样的中层的或者高层的就是高管啊，或者是管理者，他们会用 Design Spring 这样一个方式去整合队伍，然后去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那当然不是说只有高管或者 manager 才能做这么一件事情。那很多设计师呢，你通过积累这么几年的经验之后呢，很多人也会去积极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从而提升自己的那个 voice 还有 visibility。对，所以会 Design Sprint 不一定能迎娶白富美，但不会就肯定不能，是吗？也没有那么觉得，那肯定我知道，开玩笑，开玩笑。很厉害的大神啊，或者是高管，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只不过是通过这个 graph 我们理解到的一些现象哈。那当然有一些我知道，我们受众还有学生在校的学生，可能你们会问这个 Sprint 它是在工作中用呢，对我有什么帮助呢？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那个公司面试里面都会有，比如说像whiteboard 啊，或者是design exercise 这么一些考核的方式。然后我就发觉，其实拥有这个 design sprint 的这个思维，对于你面试找工作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是体现了一个你的团队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然后我们其实很多 sprint 里面用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 user journey 啊，或者 finishing mapping 就是怎么样找问题、怎么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思路，都是体现在 design sprint 里面的。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如果用到这样一个方式去做你的 design exercise 或者 whiteboarding 的话，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你能力的一个方式。对，然后往下说的话，那为什么 Spring 是非常有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只从设计这个方面来考虑，那可能有很多设计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这个象牙塔里面大家会跟你说Design change the world， 设计会改变世界。那我们对乔布斯是吧？的确是通过好的设计改变了就是很多人的行为习惯，然后给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其实它不仅仅是好的设计不仅仅是就是只是设计，它背后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像 marketing 啊、sales 啊，比如说像苹果，它其实市场策略、marketing 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就是说 Spring 它其实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问题，就是市场策略，那是什么能够支持我们这个产品持续的增长？然后用户体验就是我们可能设计师会比较熟悉，是用户想要什么。然后还有就是 engineer 这个角度，就是什么是可行的。然后 Spring 就是让我们找到这个 sweet spot，然后这个 sweet spot 就帮助我们去产生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呢，就帮助我们不同的职位的人之间呢，都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作为设计师来说，如果你要去 convince 别人说你这个设计是有效的，那需要用到别人的语言去帮助别人了解为什么那个设计会好，对吧？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ownership， 就是主人公精神，它这样一种高度合作的方式，就激发团队的一个主人公精神，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可以对这个产品的方向是有贡献的所以就是调动这个主观能动性还有积极性。然后为什么它是高效的呢？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熟知的很多像 Agile 这种设计迭代，包括design iteration，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圈，就是从你的 idea，然后把它 build 出来，然后 launch 之后发现 fail 之后，再回去再 learn，然后再重新想 idea。那的确这个方式就是很多公司都在用。那 Spring 它的高效之处就是它其实有时候它会省略掉 build 和 launch 这个阶段，因为 build 它其实会花费 engineer 大量时间去 build 这个 idea，然后如果就是这个东西不成的话，最后就浪费了，是吧？然后Spring 这个方式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 build 之前就已经通过这种高仿真的产品原型，去进行真实的用户测试，然后从中得到用户反馈，然后及时的去做这个调整，所以就中间就是省略了很多 build 的时间。
对，这个就是说，可能小伙伴有时候在工作里面也会发现，就是我们设计有时候改来改去吧，然后 engineer 他们也是非常痛苦，就是怎么又改了？因为我们可能改一个图标几分钟的事儿，他们改一个图标就花个几个星期，是吧？所以就是他们会很抗拒这种改变。所以当我们就是能够在 Sprint 里面去把这个想法已经思考成熟了，各个 edge case 都想到了。然后最终，而且他们 engineer 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高度参与的，然后他们会及时的跟你说，我们这样没法做，或者是这样做可能效率更好。这样的情况就是，能够在我们后续的 build 过程中更加高效。是是，把 engineer 拉到同一艘船上，这样子可以一起前行。对，大家就是怎么说，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那种感觉。对的，对的，没错。一个结盟的概念吧，主要是就是不是说我们设计师就是应该就是高高在上，然后我给你一个 idea，你去实现，这样并不是这样，就大家都是同盟，大家是一个盟友的一个状态，然后去共同去打造好的产品。这样你在跟他沟通说我们这样可以提升用户体验的时候，他会就是这些不同专业的人他会更加理解。对，然后我们就是说，总结一下，我们的 Spring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就是它是可以统一团队的长远的视野，就是让我们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然后并且有这种盟友的这种精神，然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影响，就是让团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用户 user-centered design 到底是怎么个形式，然后让他们去聆听用户的声音，然后并且它是非常专注的，就是所有人就是这一周时间里面去专注的做这么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这个贡献呢都是非常高效的一些思考，然后10倍感想，就是说让大家从day to day work 里面这个解放出来，真的想说我们这个产品2年5年之后，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就是让这个团队有更就是高瞻远瞩吧。这边我插嘴问一下，一般来讲，你们这些 master 怎么样去刺激或者说鼓励，让这些台下的这些参与者更敢想、更敢 think out of the box，就是跳脱出原本的框架来发散思维？有没有什么小诀窍跟我们大家透露一下？对，这其实是个很好的问题。那这就是牵扯到我们之前的准备过程，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是当你的目标定得很狭隘的时候，那所有人只往那个狭隘的方向去想。然后当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启发性，然后很鼓励大家去创新的时候，大家就更加敢想。然后包括我们中间会请到一些 speaker 去做这些 talks，然后在这个 talks 里面就有大量的信息，让你去就是从自己的那个一方空间里面跳脱出来，然后真的去看大家这个整个环境是什么情况，这个市场是什么走向，就是给大家提供到这方面的信息，让他们有想的这个资本，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专业人之间在讨论的过程中，也会迸发出很多很好的想法。就有时候我觉得，设计师觉得只有我是最创新的，我的想法是最 creative 的。其实并不是，就是我们在 Spring 里面就看到很多不同专业人，他们有很好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像市场人，他们天天跟用户打交道，是吧？跟客户打交道，他们有一些很好的这种推广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营销的方法。然后这个是我们可能平常不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并不能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当所有人都在这么一个池子里的时候，大家都贡献自己那个专业里面很专精的一些思想的话，就会迸发出很多那个很好的火花。对，是你这让我想到我上大学，好久以前，自己好老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放一个 IDEO 很有名的纪录片，就他重新设计那个 shopping cart，就是购物
对，这团队都是什么心理设计、心理学家、什么科学家、市场营销专家，不一定都很会画画。他们有时候画的草图都很丑，但是只是表达概念而已。他们只是想要说这样子观念、想法的碰撞，然后最后可能会设计出一个更好的产品。我觉得跟 Spring 的这种 philosophy 哲学很像。是，对，其实就是我也看过那个片子啊，当时看的我特别感动。然后我觉得就是工作这么长时间吧，我觉得很多人就会更现实一些，就是说我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 launch，能不能 ship，是不是 feasible。那的确这些东西是帮助你产品落地实现的一些重要指标但是有时候就会丧失一些机会让你去想得更长远，想更胆大吧，这样对。然后那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呢，你就先抛开一些束缚，先把你的那个蓝图先描绘出来，那找到很好的机遇。不好意思，扯远了。德国，你继续。好的探讨。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to fail fast， 这个也是在因为硅谷很多这些公司，然后就是秉承这个概念嘛，就是我们是快速失败、快速成长，但是我们又把失败的这个成本稍微降低一些，就是不是说你在你 build 或者 launch 之后失败，给用户一个很不好的印象，然后大家不去用，而是说在你的这个开发的过程中就去快速的失败成长，然后最后在你 launch 的时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体验的产品。然后就是打造真正优秀的产品。所以就是刚才说到 Spring 嘛，它是让一个非常启发性的一个方式，它会不仅让初创公司还有产品都有一种方式。然后就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在1年的时间里大量的密集的做了很多 Spring，基本上2周一个 Spring 场的exhausted 就是非常疲，但是呢成果也非常明显，就是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促成了7个产品从无到有，7个产品的革新，并且争取到6个设计师职位名。大家知道，在这个 Google 的设计师，大家的那个薪水还挺高的，所以这个争取名额这件事情还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同时作为 Spring 的导师，还帮助培养了大概60多名谷歌设计师还有产品经理成为 Spring Master，就是把这个 Spring 慢慢的传承或者发扬出去。插嘴一下，你刚讲到 Pin 吗？还是之前是说是在 Freeze， 但是我现在渐渐的也有一些 interview， 所以所以我不太确定啊。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去找 Google 的设计的职位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 opening， 然后跟 HR 聊一聊，说不定就有机会。对。好的。优秀的，我帮学弟妹问一下，优秀的设计师们麻烦 Vivian 内推一下或怎么样，找你加个 LinkedIn 什么的勾搭一下。我后面会放我 LinkedIn 链接。好的。大家方式联系。对，然后这里，对，然后这里大概就是放了一些就是大家对 Spring 的一些评价吧。可以看到很多人说 This was an inspiring process， 就是非常有启发性的。Ensure an effective Spring, achievable and creative solution。还有这个 Team Lead 他是说 Help me work out some tricky situation。就是说，就是帮助一些领导去帮他解决团队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是 game changing service，还有 UX researcher get inspired and stay focused。对，大概有几个有代表性的评论。因为我们做完 Spring 之后，都会有一个survey， 就是去了解大家觉得 Spring 对于他们这个挑战，他们这个目标有没有帮助。然后我们的那个满意度都在95%以上，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好奇一下，问那5%不满意，一般都出自于哪里啊？可能哪里会需要改进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如果有一些情况下你前期没有沟通好，然后跟他
的预期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会就可能满意的程度，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在 Spring 里面可能你在就是做 facilitate 的时候，你没有照顾到每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有些可能比较内向的人，他就是他的声音没有被听到，他就会觉得我在这里面浪费了时间，我并没有就是有贡献。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不满意。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 Spring Master 是需要不断的去提升呢？就是你可能遇到千千万万不同的挑战，然后你要应对很多不同性格的人，然后怎么样让每个人都参与到里面。特别是现在如果 remote 的这种环境，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并且是就是高度参与，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对，但是话说回来，就不是每件事，就世界上每件事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嘛。上升到哲学。对，然后那我们就聊一聊如何运用 Spring 去提升影响力。我刚才说到Spring 它不是一个万金油，它什么情况下是非常有帮助的呢？当你的产品是处在初始阶段，比如说你是 startup，然后你并不就是你有很多一些方向的东西都没定下来，或者是有很多领域都需要去探索的时候，那 Spring 是非常有效的去帮助你快速的去找到一些答案，并且统一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当一些终极的产品它在中间它需要 expand， 就是它需要grow user 增长用户或者它需要去找到新的 market 或者去找到自己的新的定位的时候， Spring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帮他们充电，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点。还有就是像成熟的产品，比如说像 Gmail 这种产品，我们也会做 Spring。它因为这个产品它很大嘛，然后它覆盖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做一次 Spring 把 Gmail 整个都改掉，那不太现实。我们基本上会就是针对某一部分去做这个产品的迭代所以它也会用在这种大型的成熟的产品里面。然后我们之后也是就是发展出很多不同形式的 Spring， 那根据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像这种2到4天 Vision Spring， 就主要是针对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策略视野是什么，就不是说我要出一个 feature， 而是说更多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交付方式。还有是 Knowledge Spring， 这种比较适合于像 Enterprise Product， 就是 B2B 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些，比如说像 Legal， 就是公司里面处理法律案件的这种组织，他们的 process 就非常的复杂，然后他可能他这个跟我们合作的 team，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然后它上下游还有很多不同的 team， 所以呢。就是你可能在这个2到3天里面，不可能去把整一个这个流程去把它做好，所以我们会 focus 在说 knowledge spring， 就是把这些断开的这些知识点，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去知道哪些团队，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是我们的上游呢，还是上游呢，甚至是不同的organization 那边，所以就是一个是怎么说呢？增加知识点的一个 Spring 吧。还有是传统的 Product Spring， 还有这种 Process Spring， 也是应用于这种 Business System 一些大型的那个商业模式或者商业的流程，它最终呈现的不是一些 feature， 它而是更多有点像 service design， 就是更多是一个整合好的，就是优化的一个合作的流程，这样的方式。对，没想到 Spring 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就原本的理解就只是 Product Design 会有 Spring 而已，还有 Knowledge Spring， 还有 Process Spring。因为就是我们很多那个谷歌的设计师还有研究员都在贡献这方面的体验吧，所以我们这个 Spring 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样化。然后
我们什么时候不应该用 Spring 呢？大概总结一下，就是当你的团队需要大量的调研，就是你根本都不理解说我们这个问题在哪，或者是我们没有任何用户基础，就是对用户的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情况下会在 Spring 之前去安排一个这个 foundational research，就是给这个 Spring 带来一些用户的角度。然后还有就是范围太广泛，然后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可能一个 high level 的人过来，一个 manager 或者 VP 或者 director 过来跟我说，哎，我们这个整个产品都现在都不好，没人用，或者是用户增长慢，我们能不能全部改掉它？然后我们能不能用 Spring 去把它改掉？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也是一个 red flag，就是如果领导者他自己都不了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就是我们大概要解决的一个方向的话，他只是说我这个不好，要重新来，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因为这可能就是在5天时间里，大家就是东打打西打打，跟无头苍蝇一样。所以就是在之前我们会帮助他们去确定这个范围，然后在一个合适的 scope 里面，去解决问题。还有就是商业机会不清晰，就是说我都没有一个没有想好这个商业模式，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市场，这种情况下就是也有可能会失败。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产品已经定义好了一些具体方案，就是大家都已经就是马上要 implement， 然后你这时候说我们要做一个 sprint， 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会得到大家的那个赞同。还有就是如果团队他不愿意去改变方向了，就是说因为你做 sprint 有可能你中间会产生一些新的方案，然后你的团队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这个就需要去衡量一下。然后还有只需要一个星期或2个星期完成，比如说你要 fix 一个 bug， 那可能就是改一改 UI， 或者是提供一个新的 design mock， 这样的形式那就没有必要用 Spring 这么大费周章的这种方式去做。然后还有关于 time 就是时间问题的话，之前我们说到经典的是5天嘛，然后在像大公司这种环境，因为每个人的 priority 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的那个侧重点也不太一样，所以很难说集中时间说给你花5天时间去完全只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情况是3到4天，那还有一种半天的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是一些比较 long term 的 vision， 那我们可能就是每周1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不是那么，因为大家可能还有别的 deadline 要赶，所以就是就是把远一点的东西把它慢慢做出来，这样。然后甚至现在像这个疫情期间哈，我们还做一些几个小时的 sprint， 就是大家因为不在一个空间里面嘛。然后合作什么的都比较难进行，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比如说2-3个小时，大家就是 get together， 然后 brainstorm the ideas， 就这种形式的 sprint。我好奇问一下，就这种疫情期间的 sprint， 你们大概用什么工具来去更好的去模拟原本大家在同一个室内，然后做很多那种小贴纸 post-it 还是说就只是用 Zoom， 还是用 Hangout 这样去解决？大概体验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对，这个好问题，然后我在后面会说到，对，就是马上说到了。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大家 work from home 之前吧 ，Spring 都是不提倡做这种远程的，因为大家都在一个房间里，那种氛围还有那种沉浸感会更好一些。那可能有个别的无法来参与到这个 Spring 的人，我们可能会通过，比如说像 Google 的 Jamboard 或者是这种远程通信的工具去进行合作。但是我们试过一些效果，就是会有时候我们要经常去顾及这个远程的这个人的参与度。对，但是然后现在呢，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了，所以我们也在积极探讨说怎么样去提升这个 Spring 的这个效率，还有效率和效果。所以大概有3个方面吧，就是第一就是你的 scheduling 方面，就是说每个人在不同的 time zone，然后可能有一些人家里有小孩的，你就需要说
做一些更短小一点的 sprint， 而不是说占用他们这一整天的时间，这个没有办法，大家没有办法在电脑前做一天嘛。然后你的那个时间可能要控制一下。然后像工具的话，就我们在内部可能会用到 Google Slides， 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这种简单易用的工具。然后像 Hangout 去做一些side chat， 就是跟人家说悄悄话啊这种，或者是小型的讨论。还有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 InVision 啊 Figma 这种design 的工具去做 Sprint。设计师会提前去做好一些模板啊，比如说 Post-it notes 这些模块还有 User Journey 这个 template， 然后大家就会用这个 Figma 的方式去把这个之前的 Whiteboard 这个 session 去把它实现出来。对，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 engagement， 因为在远程，包括现在可能我们做这些直播，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大家的表情啊，或者是互动啊，所以就是这个 engagement 的话，就是有时候不太好去掌控，所以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好做了一个 remote sprint， 那我们会把这个组分得更小，比如说就是1到2个人或2到3个人去合作，就当他们完成这个 understand 这个 phrase 之后的几天，我们都是自己找时间，然后2、3或者2到3个人去做这些 brainstorm 的 session。完成一些目标吧。还有就是 Sprint Master 在这个远程的 Sprint 里面也会更加关注到每个人的状态，会尽量的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发问啊，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对。然后这里有说到一些resource， 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首先这本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较传统的 Google Design Sprint， 还有这个 Already 出的 Design Sprint， 它这个是比较多样化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 website， 像 Spring Book， 这个是Jake Knapp 他自己做的一个 website， 还有这个是 Google Design Sprint 的 official website，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眼。那另外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会做，我们现在会有一些 community 去讨论这个 Google Design Sprint。那之前可能有小伙伴已经加入到这个 Sprint，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加到这个 Design Sprint， 我们争取以后可以多分享一些Sprint 的实战经验啊，或者是best practice。然后包括我个人，这是我的 LinkedIn 还有 Instagram，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就是私信我。对，然后就是说，如果大家对 Spring 或者是设计方法、设计策略，包括团队合作啊，这些都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B度设计，在 YouTube、哔哩哔哩还有今日头条上都有，然后我会持续分享，就是不仅是 Design Spring， 还有 Design Methodology 这方面的理解还有体验吧。OK， 那我这个 presentation 就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要不然就回答问题吧。好的，那欢迎各位同学，对，有兴趣的话关注一下 Vivian 的 V 度设计啊，或者 connect her on LinkedIn 啊。那如果有相关想要加入 Google 的话，也欢迎合适的职位可以发给 Vivian 看一下。那合适之后他会帮你内推。好，那我们有一些小伙伴有问题，第一个是 Popo Chain 问的，他说 Spring Master 跟 Scrum Master 有什么区别吗？好像听起来差不多的样子。什么 Master？ 第二个是什么 ？Scrum Master， 或者我 Scrum Master。对，怎么拼啊？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是我英语不标准 ，SCRUM。就是不是 SCRU。有一种 Scrum Team 吗？经常北美会听到 Scrum Team。那这个因为我对这个 Scrum 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所以我觉得应该我回答的应该也不会太准确，我只能跟你说一下，就是做 Spring Master 它大概需要做的东西，就是之前提到的，你需要去 planning 跟你的团队去确定的目标，然后中间去掌控全局让所有人都在这个
制定的时间里面去完成他们的目标，然后最后就是跟进，对，保证这个东西落地实施。好的好的。那我们有另外一个 Kiyotsugu 同学问的，关于 planning 如何说服对 design process 没有理解的其他 department 的人来参与 design sprint 呢？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开始做这些 sprint 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因为在 Google，它其实我刚开始一个团队是叫 CopEng，它是一个相当于初创公司孵化器的这么一个组织吧，就是会做很多一些新的想法啊。它主要是针对 enterprise 嘛。然后呢，那很多团队它其实是没有 designer 的。他可能就是一帮 engineer 觉得，哎，我们需要做这么一件事情，他们就去写 code 了。那可能，做了1年2年之后回来说啊，我们这个没有增长啊，然后上面说再不增长，我这个组就完蛋了。然后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组织来找到我们说，哎，我们这个东西需要设计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弄进去就感觉是炫技而已，没有，就是用户体验非常不好。所以就是有这种情况，如果他们是自己自发的有这个设计的需求，但是他不了解这个设计到底怎么搞，那这种就是正好你就是可以帮他们通过 Sprint 的方式去帮他们的产品进行提升。那还有一种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UX 是什么，就是他也不觉得 UX 的有用，这种就比较麻烦。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策略。比较麻烦。这种就应该说大家可能设计师可能最头疼的就遇到这样的团队，就是怎么说呢？不知道 UX 的重要性，就是或者他没有接触过 UX，他不知道有什么用，他觉得没有也可以这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做一些UX design 的普及 education。然后我们也在做很多 Sprint 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的案例，然后通过这些案例呢，去跟他们说服说，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加入了设计，你这个产品可能会提升多少多少，就是有时候会需要用到一些数字啊，或者 data 啊，或者是案例去说服这些团队。对。好的，好的，就是你了解的话，基本上都能被 Design Sprint 这个 process 说服。那你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想办法让你了解，知道这个价值，然后你就能被我们说服了。好，OK，好，有一个微信 Design Sprint 的群的陈同学，我应该没有读错啊，读错不要怪我。他说我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请问 prototype 一般会做几个呀？What's the level of fidelity？ 因为时间有限。对，那这个其实就是跟每个 team 的情况都相关的。如果你是一个大型的 sprint，那我们有时候可能分2到3个组啊，这样子。那每个组有可能是大家都做同一个方向，然后最后大家来 PK 说哪个方案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和谐一点，就是大家3个组，那我们每个组去做这个流程里面的一步，然后最后把它整合起来，把它串联起来，这样。所以就是做多少个 prototype 跟你的那个Sprint 团队的大小有关。还有，然后至于那个我们的 fidelity 吧，其实我们尝试过很多种不同的 fidelity。那有时候比如说我曾经给就是Area 120，就是 Google 的一个startup 的孵化器做过一个 sprint。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组，全是 engineer，然后可能有一个 PM，3到5个人吧。然后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而且然后还跟你的那个产品阶段有关系，因为他们当时是初创公司，它只有一个比较粗浅的 idea 吧，所以就是不是到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一开始我们会用纸质模型的方式。我好像之前有张图，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哦，你对，说 paper prototype 是吗？纸质模型。可以看到这个图哈，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剪下来，把这些 element 把它剪下来，然后他们就贴啊、剪啊，就是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合作性质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每个人都是 designer，他们可以把他的想法把它画出来。他不会画的呢，就 designer 会提供一些 template，他们可以用这些按钮啊，去放在他自己的设计上。那还有的，比如说这个，就如果我们有设计师的话，那我们就是设计师起到一个这样主导的作用，把大家的 idea 把它 visualize 出来，最后把这个流程给它做出来。那还有刚才我给大家看到，就是大家围坐在一桌嘛，就所有人就是用 Google Slides 这种方式，大家都熟悉的方式，然后用到 designer 提供的一些 template 去把设计弄出来。对，所以它的形式就是还蛮多样的，这个要根据你团队的构成。如果说大家都是设计师啊，或者是已经很熟悉用不同的这种设计软件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设计软件。包括如果是引进到产品后期，大家就是说要出一个比较refine 的一个方案的话，那也可以用到这种 digital 方式。那像一些比较早期的，或者是大家对设计不会画，不喜欢画画，或者不太擅长画东西，或者用电子的键的话呢，可以用一些比较原始的方式。对，这些都是挺好的一些方式。对，对，我觉得 paper prototype 其实是就纸质原型，其实是这种 Spring 蛮精髓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像心理学家啊，其他一些角色，他不一定真的会用什么 Sketch 或者什么 Adobe 这种设计工具来做图啦，但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画画嘛，所以做这个还是蛮快的来表现这个想法。好，呃，就是说，甚至画画这一步就我们那个 Crazy Eight，很多人也不敢画，就是他觉得他23不敢画。所以 Spring Master 有时候也会就是有时候感觉有点像那个就是教幼儿园一样，就是就是说，哎，大家拿起画笔啊，然后画一只鸟啊，这样子，就是让大家熟络一下，然后去把自己的想法去画出来。但依然你会看到有很多，比如说习惯用文字的人，他给你的方案就是一堆文字，那也 OK，反正就大家理解就可以了。能表达就行了。对，哦，对，我听说 Bezos 就很不喜欢 Slides 或 PPT，他就喜欢用 Word 来写来表达，就不太一样。好，对，有些人是呃，嗯，继续吧。好，陈同学第二个问题，一般从 Design Sprint 到 Launch 中间还有哪些环节？比如 Design Sprint 的目的是让团队凝聚，选择一个想法吗？嗯，不好意思，你可以再重复一下那个问题吗？哦，一般从 Design Sprint 到 Launch 中间还有哪些环节？比如 Design Sprint 的目的是不是让团队凝聚，选择一个共同的想法？对，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就是 Spring 的不同的目的。然后有一些 Spring 它就是说我就是需要 kick off，就是开启一个项目。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 Spring 和 Launch 之间，Spring 是达到一个就是大家 Are you ready 这样一个这个角色，就是大家集合起来，好，我们要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情了。然后我们大致的方向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需要多少 resource 然后 Spring 就是通过这样5天的形式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然后之后我们就全程投入到这个 implementation 这个阶段然后最后 launch。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不需要说现在就马上要 launch 一个 feature，我现在想说让大家集思广益，发散思维的去找一些设计的机遇。然后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最终出来的是很多非常天马行空的 idea，或者是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些概念。那这种情况就是最后可能之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系列的 Spring，或者说是不同的团队他会去看这些Spring 的 idea，然后去决定说我们要把这些 idea 转化为我们组的项目。
对，所以就是根据你个 Sprint 的目的来决定的。所以一切都还是以目的为导向，不管商业目的还是产品目的，对吗？对，因为现在就是 Spring 它应用的范围太广了嘛，然后每一个团队它的情况都非常不一样，就不是说像之前在 Google Venture 它就是那个模式化的5天5天出一个方案这样。然后它的目标是把 startup 给它投入到市场，对，所以每个 team 的阶段还有目标不太一样，这就造就了每个 Spring 它的形式还有最终的呈现也不一样。所以要灵活多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我们下一个好像是哔哩哔哩默认的名字啊，哔哩52211049318用户，他问说，这个 Design Sprint 和 Stanford 的 Design Thinking 有什么区别呢？Design Thinking，其实 Design Sprint 吧，它其实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设计方法，可以看到它中间有很多过程，比如说像 User Journey Map，或者是Affinity Map 这些东西，你可能在其他的设计方法里面也能看到，或者在你的在上学的时候，有些设计学院也会提到。那它 Sprint 它是怎么说呢？它是相当于把这些设计的方法从学院转化到企业，就是比较企业派。然后像 Stanford 的话，我之前对他们的了解就是它也是比较 disciplinary，就是跨专业、跨领域的合作。然后在 design 就是那个 D School 里面也产生了很多很好的想法，然后最终有些想法可能成为了一些初创公司的 idea。对，但是我觉得它更像就是 design thinking，更像就是比较象牙塔式的一种做法吧。然后design sprint 它是在业界里面就是千锤百炼之后沉淀出来了一个千锤百炼。对，百炼之后沉淀出来的一套适用于企业的一种方法。那包括我们有时候从学校刚毕业吧，然后我们学校教的一些user center design 也很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就不适用于这种企业这种环境，或者说我们没有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像你可能在 design school 可能没有 sales 的人，或者是没有 marketing 的人，没有 legal 的人，就会缺少很多这样的角色。对，OK，cool，就是还是比较偏企业比较实用的一个千锤百炼的葵花宝典，葵花宝典比较好，九阴真经吧，这个比较恰当一点。好，下一个问题，Neil 朱二在问说，在 Spring 的时候如何寻找用户去进行测试呢？就是我们在企业里面一般会有 user research、user researcher，还有 researcher 这些角色，然后他们都是就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团队，他们都有这种 recruit process，就是会定期就是会有一些方式去在这个社会上去招一些用户，然后这些用户会签订 NDA 这种协议。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像初创孵化器这种组织，在 Google 内部哈，他们就可能是早期的 idea。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邀请就是 Googler，因为 Google 也是一大部分用户群体嘛。这种情况下可以省很多那些 NDA 这种隐私、这种保密协议的这些麻烦。对，那我觉得可能像在校学生吧，有些学院也会鼓励大家去跟真实的用户去沟通、去测试，得到他们的反馈。像我之前在 R Center 的话，我们真的是会走出学校去 interview 一些人。我之前做过一个医疗方面的产品，然后我是真的潜伏到医院里面，然后去找那些患者或者用户去测试产品。对，这个就需要你开动脑筋去找到真正可以测试的真实的用户。
不择手段、不计一切代价去找到用户嘛，包括潜伏到1元，可以，很好。合法合理，对。好，对，不要潜伏到五角大厦或白宫就行了。OK，Anyway，下一个问题，Jessie Q 问说，在产品 Spring 的前期调研中，主要通过购买大数据去分析得出最终的调研结果吗？还是有其他的一种获得调研结果 result 的方式呢？大数据指的大数据是多大的数据？是说要整一个survey 吗？这种的？Jessie，你现在在哔哩哔哩在线吗？可以解释一下你大数据大概这个大小是多大？我想应该是，我也不清楚诶，企业的那种大数据一般都多大？我感觉好像有的可能是真实调研，有的好像是会通过然后第三方什么购买数据，这样子就不需要企业自己去负担。那这个数据呢，其实我们有2部分的数据，一部分比如说像quantitative data，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吧，就是通过调研啊、survey 啊，或者是就是问卷的形式去收集的一些数据，这些可能是前期有一些quantitative research 他们去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会收集这些 data， 或者是跟 engineer 要到这些 data， 比如说我这个 feature 它有多少人在用。然后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数据拿过来？然后我们就会在 lightning talk， 就这个 talk 的 session， 我们去分享这些数据让这个 sprinters， 就是这参与的人都有一个大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你的满意度，用户满意度有多少啊？80%，几十。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月活量有多少啊？这些数据有可能就是在你 Spring 前期你去准备好。然后还有一种就是qualitative research data， 那就是我们的 user testing 这个阶段，你是通过跟真实的用户1对1的去聊，然后是他们非常具体的一些 feedback， 然后这就是 qualitative data。对，我们都会结合这2种不同的 data 去做一些决策的。Jessie Q 补充了一下，他说大数据就是市场初步情况的统计，例如目前市场有多少人使用微信啦，以及细致到他们的用户习惯，类似这样比较细致的一些数据。对，这些数据就是在你的前期准备阶段，你可能 PM 他会收集一些这些数据，然后作为understanding 的这个阶段，去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或者是 UX researcher， 对，就是需要看你的团队有没有这么一个tracking， 或者说你可能是就是竞品吧，就是竞争对手他们的一些数据。这可能就通过网上去找一些公开的资源了。或者潜伏到竞争对手，没有开玩笑啊。Anyway， 好的，下一个应该对，其他小伙伴有问题可以现在马上提哦。那下一个问题是谢海绵的基地问的，如果一开始大家都不太勇于发表想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破冰啊？就类似一些常用 Google Spring 的 Icebreaker，有没有介绍一下或推荐一下？Icebreaker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去扩充这个Icebreaker 包。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形式就是叫一个叫 drawing exercise 吧，就是我有这么一套卡片，然后它每张卡片上面会说让你去画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画一只长了小鸡，对，长了小鸟腿的牛之类的这种，就非常奇怪的一些画。它主要我喜欢用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后面会有那个画画那个阶段嘛，然后我想让大家都去大胆的去画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warm up 的形式。然后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就你画出来之后，你在分享的过程中就有很多梗，有很多料，然后
在分享过程中，大家不认识的人之间也可以拉近距离。对，这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形式。但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形式，就比如说一些 fun fact，或者是对，你可以非常 creative，可以去参照团建之类的这种。参照团建，其实破冰在什么美国国内都差不多啦，差不多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吗？套路。好的。那我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因为原本记录的问题都基本问完了。那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马上问，我再 follow up 一下 Vivian，因为有一点点超时了。如果对有问题尽量问，或者到那个微信群啊，或者说到我们 Into 或 Vivia 的哔哩哔哩、YouTube 留言都可以。对。嗯，对，如果现在有问题，大家非常欢迎。如果之后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或者是各个平台下面去留言，或者是问问题。好吧，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就非常感谢 Vivia 这么超时了将近30分钟的一个直播演讲，非常非常感谢。那对，也很感谢各位小伙伴、工作党来到我们 Techtopia 科技乌托邦这一次的 Google Design Spring 设计冲刺的直播。那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啊，不管在 Vivia 或者在 Into 公众号这边都可以，也欢迎大家点赞、投币、分享我们这个得来不易的跨世界、跨各大洲的知识分享平台，也欢迎关注 Vivia 的 V 度设计、哔哩哔哩啦、头条啦、YouTube 啦，以及 Into 产品设计的公众号，以及我们合作伙伴体验进阶公众号以及 UX 北美 UX 人的公众号。那这边大概讲一下，我们大概会坚持3个礼拜或者每个月的一次更新吧。那每次更新都会是全世界范围找嘉宾，会做优质的双语甚至3语的内容。那下一期7月份基本上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Facebook 硅谷总部的一个 Design Director 的分享。那请持续关注我们哔哩哔哩跟微信公众号。好的，基本上就这样。